怀疑我穿的不是权谋小说，是将军夫人实意打功绩。叶凌霜刚从战场回来，转身就端着毒酒想送我上路，结果系统医生保护他给10亿，他立马变脸护着我，还在心里喊忍住，这是10个亿。更离谱的是，他把我视线我亲，为我要视线要苦，念典籍时差点睡着，这哪是战神护肤啊，分明是拿了工资不想干活的打工人。我在一阵刺鼻的药味里睁开眼，雕花床顶的流苏晃得人眼晕，脑子里突然涌入一段陌生记忆，我成了热门小说《战神女将》里面那个活不过3章的病弱冲起新郎沈清舟，而那位刚从战场凯旋的将军夫人叶凌霜，此刻正端着一碗乌沉沉的毒酒，踩着云纹靴朝我走来。她的铠甲还没卸，肩胛上沾着的暗红血渍没擦干净，衬得那张冷白的脸像块淬了冰的玉。我闭紧眼等着那碗毒酒灌进喉咙，毕竟原书里她就是这么亲手送走挡路时丈夫，转头嫁给皇子的。可等了半天没等来预想中的冰凉，反而听见哗啦一声脆响，睁眼就见那碗毒酒全洒在青砖地上，冒起细小的白泡，是鹤顶红，够毒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叶凌霜唰地抽出腰间长剑，剑尖直指我身后站着的侍女。那侍女吓得腿一软，手里的银簪子当啷掉在地上。从今往后，谁敢动我夫君一根手指头，我诛他9族。他声音里裹着战场带回来的杀气，震得窗棂都颤了颤。我盯着他的背影，突然眼前晃过一串半透明的文字，像块悬浮的面板。主线任务：保护病弱夫君沈清舟，助其平安活到大结局。任务奖励10亿现金，回家现金，回家机票1张。紧接着还有道叽叽喳喳的女声在我脑子里响起，搞快点，搞快点！这病秧子只要活到大结局，老娘就能回家继承我那亿万家产了。不就是掩护妇狂魔吗？谁不会啊？我指尖悄悄捏了捏藏在袖管里的银针，那是我穿书时跟着过来的，原身是个药罐子。我前世又是神医，随身带针是习惯，现在看来这针暂时用不上了。我故意蜷了拳手指，喉咙里滚出2声虚弱的咳嗽，身体一软就往叶凌霜身后倒去，刚好撞进她带着铠甲凉意的怀里。夫人，我心口疼得厉害，刚靠过去就听见她内心疯狂尖叫，忍住叶凌霜，千万别把她扔出去，这可是会下金蛋的鸡，是10个亿啊！我嘴角在她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勾了勾，手指还轻轻蹭了蹭她铠甲的纹路，触感冰凉坚硬，倒和她此刻强壮温柔的样子很配。那侍女早被吓得魂飞魄散，哆哆嗦嗦指着后院方向，是二叔府上的柳姨娘。她说沈公子活着碍眼，让我给您递这碗毒酒。叶凌霜冷笑一声，那笑声里的杀气差点把我耳朵震麻。她收剑回鞘时，剑穗扫过我的手腕，带着点痒。下一秒，我突然被她打横抱了起来，我吓得赶紧圈住她的脖子。原身这身子骨弱的像根芦苇，她抱我时手臂肌肉紧绷，我能清晰感觉到她胳膊上的旧疤是战场上留下的。我靠，怎么这么轻？她的心声又响起来，这病秧子是纸糊的吧？走路都得轻拿轻放，千万别颠死了。我的10亿。她抱着我往门外走，身后跟着浩浩荡荡的家丁侍卫，脚步声踩在青石板上咚咚响。路过花园时，我瞥见池子里的锦鲤游过，突然想起前世在实验室熬通宵的日子，那时候哪能想到有一天会被个女将军抱着去别人家讨说法。到了二叔叶振廷府上，他正陪着柳姨娘在花厅品茶，看见我们这镇长手里的茶杯咔嗒磕在茶盘上。凌霜，你这是何意？他皱着眉，目光扫过我时带着点嫌恶，还带着你夫君，他身子弱，可经不起这般折腾。叶凌霜把我放在旁边的太师椅上，还细心的从随从手里拿过毯子盖在我腿上，那毯子是羊绒的，软乎乎的，带着点阳光的味道，坐稳了我的祖宗，千万别倒。他内心疯狂念叨，手上却还装着温柔，替我理了理领口。二叔，我的人是不是该由我来管教？叶凌霜的声音冷下来，柳姨娘立刻躲到叶振廷身后，眼神躲躲闪闪的。我瞅着时机，猛地咳了起来，咳得胸腔都发疼，还故意往叶凌霜身边靠了靠。嗨，夫人，我好难受，好像喘不上气。叶凌霜立刻蹲到我身边，手掌轻轻拍着我的背，力度控制得刚好，不重不轻。再咳响亮点。对，就是这个节奏。她的心声比我咳得还急。快给我找个理由，把这绿茶往死里整，老娘赶着下班呢。她一边拍我，一边头也不回的喊，也别等了，柳氏心肠歹毒，谋害我的夫君，我亲眼看见了。来人，掌嘴20！柳姨娘吓得尖叫起来。叶振廷想拦，却被叶凌霜一个眼刀瞪回去。还有，叶凌霜又补了一句，二叔府上所有名贵瓷器、字画、首饰，全都搬到我夫君房里押金。就当是给柳姨娘未来得及出世的孩子积点阴德。这话一出口，柳姨娘扑通就跪地上了，脸白的像纸。我靠在叶凌霜怀里，看着她头顶刷新的新生芜湖抄家，我最喜欢抄家了。这波操作够不够狠？应该能加不少任务进度吧。我偷偷用手指勾了勾她的衣摆，她身子僵了一下，低头看我时，眼神里还带着点没藏好的慌。看来这护肤的戏，她演的也没那么轻松。隔天早上，我是被药味熏醒的。叶凌霜端着一碗黑漆漆的汤药走进来，笑得比窗外的太阳还灿烂。夫君，该喝药了。那药味冲得我鼻子发酸，我下意识往后缩了缩。前世我治病救人，自己却最怕喝中药，没想到穿书了还要遭这罪。他舀起一勺药，小心翼翼地吹了半天，递到我嘴边，来。我眉头皱得能夹死蚊子，偏过头去不张嘴。他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，手指捏着汤匙的力度都重了点。我听见他内心疯狂咆哮，哦，这什么味儿啊？古代的中药也太冲了，捏着鼻子喝，快喝！我的10亿，夫人，我自己来吧。我柔弱地伸出手，指尖碰到汤匙时，能感觉到他手心里的汗。看来他也怕我把药打翻。不行，你身子弱，我喂你。他语气坚决，我拗不过他。
只好张开嘴。就在汤匙快碰到我嘴唇的瞬间，我故意咳了一声，手没力气的晃了一下，正好撞在他手腕上，滚烫的药汁哗啦全洒在他胸前。那身云锦战袍瞬间晕开一大片深色污渍。那云锦我认识，是江南制造局专供的，一匹不能抵普通人家半年的生活费，更别说他这还是绣了暗纹的限量款。人家半年的生活费，更别说他这还是绣了暗纹的限量款。叶凌霜低头看着胸前的污渍，眼角疯狂抽搐，我甚至能看见他太阳穴在跳。我的高定，全球限量一件的云锦战袍啊！他的心声快哭了，这是钱，这是我的钱啊！要是能卖了，够我在老家买套大平层了。我赶紧挣扎着要起身，脸上装出惊慌失措的样子。对不起，夫人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手没力气，没拿稳。他深吸一口气，胸口起伏了半天，再抬头时，脸上又挂上了那副宠溺的微笑。没关系，夫君又不是故意的，一件衣服而已，哪有你的身体重要？他从怀里掏出手帕，温柔地擦我手上沾到的药渍，指尖碰到我手背时带着点凉。忍住叶凌霜，他内心在给自己打气，他是个病人，是个会下金蛋的 ATM 机，不能发火，发火扣钱，任务失败就回不了家了，都怪我，这要太苦了。我小声嘀咕，故意露出委屈的表情。对了，要太苦了，这可是绝佳的表演机会。他眼睛一亮，突然从袖子里摸出一颗蜜饯，是裹了糖霜的青梅味，闻着就甜，是妻的错，忘了夫君怕苦。他把蜜饯递到我嘴边，眼神里的演技快溢出来了。夫君吃了这个就不苦了。我看着那颗蜜饯，又看了看他努力装温柔的脸，突然想起前世在北电拍戏的朋友说过，演温柔要眼里带光。叶凌霜这光全是10亿现金的反光。我张嘴含住蜜饯，甜一瞬间在嘴里散开，刚好压下嘴里残留的药味。他见我吃了，松了口气的样子，手都垂了下来，总算应付过去了。今天的人设完美，他内心欢呼，还偷偷比了个耶的手势。可惜我今天的人设完美，他内心欢呼，还偷偷比了个耶的手势。可惜我没看见，不然真想笑出声。我慢悠悠地嚼着蜜饯，拉了拉他的手，他的手很粗糙，掌心全是练剑磨出来的茧子，和我这双病弱手完全不一样。夫人，我一个人在房里好闷，你能念书给我听吗？我抬起眼，故意装出可怜巴巴的样子，还轻轻摇了摇他的袖子。念书好啊，念完赶紧睡，别耽误老娘睡美容觉。他想都没想就答应，脸上还带着这要求真简单的表情。我指向书架最高层那本蓝色封皮的厚书，上古水晶柱，还是我昨天特意让小厮摆上去的。那本书比砖头还厚，字又小，念起来能累死个人。叶凌霜顺着我的手指看过去，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。我看见他喉结动了动，内心疯狂呐喊：不是吧，那本比我命还厚的书，念完得天亮吧？我的美容觉，我的10亿，怎么这么难啊？我靠在雕花床柱上，看着叶凌霜把上古水晶柱啪的拍在桌上，他额角的青筋跳得比书页上的字还显眼，嘴里还小声嘟囔：这破书比我当年背的兵法还厚。念完我嗓子都要冒烟了。我故意咳了2声，指尖轻轻敲了敲桌面。夫人是不是累了？要不今天就先到这。其实我心里早就乐开了花，这书是我特意挑的，就是要治治他那想赶紧下班的心思。叶凌霜猛地抬头，脸上瞬间堆起比窗外桃花还假的笑。不累，夫君想听，为妻怎么会累？可他头顶没藏好的心声早就出卖了他。累怎么不累？念了3个时辰，我嘴皮子都快磨破了。这病秧子故意的吧？就不能选本宝典的？他深吸一口气，重新拿起书，刚念了2句河水出昆仑虚，就不能选本宝典的？他深吸一口气，重新拿起书，刚念了2句河水出昆仑虚，就听见外面管家扯着嗓子喊：将军，宫里来人了，陛下宣您和沈公子即刻入宫赴宴。叶凌霜的书咚的砸在地上，眼睛瞪得像铜铃，我甚至能看见他瞳孔里写满完了2个字：什么玩意儿？入宫赴宴，带着这个走2步就喘的病秧子。他的心声在我脑子里炸响，手还下意识摸了摸我的额头。他这脸白的跟刷了粉似的，万一在皇帝面前可死了，我不仅拿不到10亿，还得被株连9族，这般是非加不可了。我配合的往他身边靠了靠，声音虚弱的像风中残烛：夫人，要不我们跟陛下说，我病得重，去不了。其实我心里门清，他肯定不会拒绝，毕竟违抗皇命的风险比带我入宫大多了。果然，叶凌霜咬着牙摇头，手紧紧攥着我的手腕。不行，这是我们婚后第一次面圣，不去就是抗旨。再说了，要是被人传将军府看不起陛下，我这将军位置都得保不住。他顿了顿，又补了句心里话：最重要的是，抗旨可能直接掉脑袋，比带他入宫还危险。我的10亿不能就这么没了。换宫中的时候，丫鬟给我套了件月白色的锦袍，领口还绣了朵小梅花。叶凌霜盯着那朵花看了半天，突然说：这花绣得太艳了，换件素点的。我正纳闷，就听见他的心声：穿这么艳，万一被哪个不长眼的盯上，给我夫君使绊子怎么办？我的10亿可经不起折腾。刚踏出房门，我故意脚下一软，身子直挺挺地往地上倒。叶凌霜眼疾手快，一把把我捞进怀里，他的胳膊肌肉紧绷，我能清晰感觉到他手心里的汗。来了来了，经典晕倒桥段，我就知道他会来这招，会来这招。他心里疯狂吐槽，嘴上却满是担忧：夫君，你怎么样？是不是又不舒服了？我靠在他胸口，闻着他身上淡淡的硝烟味混着脂粉香，故意咳得撕心裂肺，头好晕，好像站不稳。叶凌霜二话不说，直接打横把我抱起来，大步往马车方向走。他的脚步声踩在青石板上咚咚响，像在跟谁置气。我靠，怎么又轻了？这病秧子是不是偷偷结屎了？他一边走一边在心里哀嚎，抱久了我胳膊都酸了，千万别掂着他。
我的10亿。路过花园时，他还特意放慢脚步，生怕我被风吹着，那小心翼翼的样子，活像抱着个易碎的瓷娃娃。马车上铺了3层软垫，叶凌霜把我放在最中间，还从食盒里掏出蜜饯、糕点，摆了满满一桌子。夫君，要是路上不舒服，就吃点甜的压一压。他递过来一颗蜜饯，指尖碰到我的嘴唇，我能感觉到他指尖的薄茧，那是常年握剑磨出来的。这蜜饯还是我昨天让厨房做的，特意选了最甜的青梅味，就怕他嫌苦。他的心生软了点，其实这病秧子也挺可怜的，家破人亡的，还一身病。算了，看在10亿的份上，多照顾他点也无妨。我含着蜜饯，甜意从舌尖漫到心里，忍不住拉了拉他的袖子。夫人，你对我真好。叶凌霜的耳朵瞬间红了，他别过脸，假装整理裙摆。废话，你是我夫君，我不对你好对谁好？可他心里却在尖叫，完了完了，他怎么突然说这个？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赶紧转移话题。马车一路颠簸，快到宫门口时，叶凌霜突然把我背了起来。他的背很宽，也很稳，我趴很宽，也很稳，我趴在他背上，能听见他沉稳的心跳声。没办法，宫门口人多眼杂，他走路太慢，万一被人看出破绽就不好了。他心里这么想，脚步却放得更轻了，生怕颠着我。周围的官员看见这阵仗，都忍不住窃窃私语。我的天，叶将军居然背着他夫君入宫，这也太宠了吧！哼，一个大将军被个病秧子拿捏成这样，成何体统？叶凌霜听见这些话，脚步顿了顿，背上的肌肉更紧绷了。可他却没回头反驳，只是小声对我嘀咕：“别理他们，有我在，没人敢欺负你。”我趴在他背上，偷偷笑了，他自己都没发现。现在说这话，已经不全是为了那10亿了。刚进宴会大殿，就看见二叔叶振廷端着酒杯走过来，他的目光扫过我，像刀子一样刮得人难受。凌霜啊，你真是太疼你夫君了。他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只是不知道沈公子这身子骨能不能消受得起你这份福气啊。”叶凌霜把我放在座位上，刚要开口对回去，我赶紧拉了拉他的衣袖，故意咳得说不出话。二叔，我与夫人情投意合，嗨嗨，不劳您费心。叶凌霜立刻顺着我的话头接下去：“二叔还是管好自己吧，我夫君身子弱，经不起您这般关心。”叶振廷碰了一鼻子灰，悻悻地走了。他刚走，七王爷就摇着扇子凑了过来，他扇着扇子，风都吹到我脸上了，阴阳怪气地说：“哎呦，瞧沈公子这身子，真是弱不禁风啊！叶将军，您说您这么个英雄人物，怎么就嫁了这么个……”他话没说完，叶凌霜的手已经按在了腰间的佩剑上，我能感觉到他身上的杀气瞬间冒了出来。别动，让我来！杀气瞬间冒了出来，别动，让我来！他心里喊：这草包敢嘲笑我的10亿，看我怎么收拾他！七王爷大概是没看出叶凌霜的杀气，还得寸进尺的往我这边凑，假装脚下一滑就要往我身上撞。我心里冷笑，就这点伎俩，还想跟我斗？就在他快要撞到我的时候，我故意往旁边侧了侧身，刚好躲开他的冲撞。七王爷收不住力，咚的一声，结结实实的撞在了旁边的电柱上。他顺着柱子滑到地上，额头上瞬间鼓起一个大包，像个刚出锅的馒头。全场瞬间安静了，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七王爷。我举起自己的手，装作茫然的样子，对着叶凌霜说：夫人，我刚才好像能动了，我是不是要好了？叶凌霜的眼睛瞬间瞪圆了，他头顶的任务面板疯狂闪烁红光，我甚至能看见面板上的字在发抖。什么要好了？开什么国际玩笑？我的任务是保护病弱夫君，他好了我保护谁啊？这是 bug， 绝对是系统 bug。我的10亿，我的回家机票要飞了吗？他一把抓住我的手，声音都在抖。夫君，你别吓我，你是不是头晕了？快坐下歇会儿。肯定是你看错了。我故意露出委屈的表情。可是夫人，我真的感觉好多了。刚才侧身的时候一点都不费劲。叶凌霜还想说什么，就看见皇帝身边的太监走了过来，尖着嗓子说：陛下宣叶将军，沈公子上前觐见。叶凌霜没办法，只能扶着我一步3回头的往皇帝那边走。他的心里早就乱成了一锅粥。完了，要是在皇帝面前暴露他好了，我的任务就彻底失败了。10亿啊，我还没拿到手呢。走到皇帝面前，我刚10亿啊，我还没拿到手呢。走到皇帝面前，我刚要行礼，就听见皇帝爽朗的笑声：沈公子不必多礼，朕听说你身子不好，快坐下说话。他指了指旁边的座位，又看向叶凌霜：凌霜啊，你真是好福气，嫁了个这么知书达理的夫君。叶凌霜赶紧谢恩，还不忘偷偷掐了我一把。示意我别乱说话。我忍着疼，配合的咳了2声。谢陛下，臣身子不争气，让陛下挂心了。皇帝笑了笑，又跟叶凌霜聊起了战场上的事。叶凌霜一边回答，一边在心里嘀咕：赶紧聊完，赶紧带他回家。再待下去，我怕他忍不住蹦起来。好不容易熬到宴会结束，叶凌霜几乎是拎着我冲出皇宫的。一上马车，他就迫不及待地问：夫君，你老实说，你是不是真的好了？你可别骗我。我故意装作犹豫的样子，半天没说话。叶凌霜的脸越来越白，最后他甚至抓住我的手，带着点哭腔说：夫君，你要是真的好了，我怎么办啊？我看着他急得快哭了的样子，心里软了软，忍不住伸手摸了摸他的头。夫人别急，我只是感觉好点了，还没完全好呢。叶凌霜瞬间松了口气，他拍着胸口，脸上露出劫后余生的表情。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我的10亿没了呢。可他刚放松下来，就突然反应过来，不对啊，你刚才明明能侧身躲开七王爷，怎么会没完全好？我赶紧装出虚弱的样子，靠在他肩上，那是我急中生智，用完那点力气，现在浑身都软了。夫人，我好难受。叶凌霜半信半疑，可看着我苍白的脸，
还是没再多问，只是轻轻拍着我的背，像哄小孩一样说：“好好好，我们回家，回家就……”轻轻拍着我的背，像哄小孩一样说：“好好好，我们回家，回家就给你熬药，喝完药就好了。”他的心声又响了起来。算了算了，不管他是不是真的好了，先熬药再说。只要他还喝药，就还是病弱夫君，我的10亿就还有希望。马车一路疾驰，很快就到了将军府。叶灵霜刚把我抱下车，就冲管家喊：“快，把京城里所有的神医都给我请来，让他们给我夫君好好看看。要是看不好，你们就都别想走。”我靠在他怀里，偷偷勾了勾唇角：“夫人啊，你这10亿怕是真的要泡汤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会让你知道，留在我身边比那10亿有趣多了。”管家很快就把京城里的神医都请来了，10几个白胡子老头站在客厅里，一个个战战兢兢的。叶灵霜指着我，对他们说：“给我夫君好好看，从头到脚，从里到外，都给我看仔细了。要是有半点差错，我饶不了你们。”第一个老大夫颤巍巍地走过来，给我诊脉。他摸了半天，眉头紧锁，最后迟疑地说：“公子这脉象沉稳有力，不似有疾之人啊。”叶灵霜眼睛一瞪，手里的茶杯啪地拍在桌上：“你胡说什么？我夫君昨天还咳得喘不上气，你是不是老眼昏花了？”下一个，第二个老大夫赶紧上前，他摸了半天我的脉，脸色古怪地说：“奇怪，公子这脉象虚浮无力，气血两亏，的确是沉疴之兆。老夫行医30年，从未见过这般矛盾的脉象。”叶灵霜，什么？他盯着老大夫，眼神能吃人，你确定没骗我？第三个、第四个，每个大夫诊完脉，说的结果都不一样。有的说我气壮如牛，能活100岁；有的说我命悬一线，撑不过半个月；还有的说我脉象鬼壮如牛，能活100岁；有的说我命悬一线，撑不过半个月；还有的说我脉象诡异，像是被人动了手脚。叶灵霜听着这些诊断，整个人都快疯了。他在客厅里踱来踱去，嘴里还不停念叨：“这群庸医到底行不行啊？给个准话！”我坐在椅子上，强忍着笑意，看着叶灵霜着急的样子。其实这些大夫说的都对，我前世是神医，控制自己的脉象，对我来说就是小菜一碟。想让脉沉稳就沉稳，想让脉虚弱就虚弱，这些老大夫哪里看得出来？最后叶灵霜把所有大夫都赶了出去，他坐在我对面，拖着下巴盯着我，眼神里满是困惑：“夫君，你到底是好没好啊？怎么这些大夫说的都不一样？”我故意露出委屈的样子，拉着他的手：“夫人，我也不知道，有时候觉得胸口不闷了，有时候又觉得喘不上气，我是不是得了什么怪病啊？”叶灵霜赶紧抱住我，拍着我的背安慰：“别胡思乱想，你就是太累了，好好休息几天就好了。”他心里却在疯狂吐槽：“完了，他要是得了怪病，我这任务还怎么完成啊？10亿，我的10亿！”我靠在他怀里，闻着他身上的香味，心里暗暗想：夫人别急，这才刚开始呢，接下来的日子还有更多惊喜等着你呢。第二天一早，叶灵霜就端着一碗油腻的鸡汤走进来，那汤上面飘着厚厚一层黄油，我光看着就觉得腻得慌。夫君，快喝了这碗鸡汤，补补身子。他把汤碗递到我面前，眼神里满是期待。这鸡汤我特意让厨房熬的，放了10几种补药，这么油，正常人喝了都得拉肚子。他心里想，他一个病秧子肯定扛不住，只要拉肚子，就又是病弱人设了。我的10亿就稳了。我看着那碗汤，脸上露出感动的表情，双手接过汤碗，多谢夫人，夫人对我真好。然后我当着他的面端起碗，咕咚咕咚一口气喝了个底朝天，还意犹未尽的咂了咂嘴，真好喝。我感觉浑身都充满了力气，比昨天还精神。叶灵霜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，眼睛瞪得溜圆，手里的汤勺当啷掉在桌上。不是吧，这都没事，他肠胃这么好，这病秧子是装的吧？他心里疯狂质疑，却还得装出开心的样子。那就好，夫君能好起来，我就放心了。下午的时候，叶灵霜趁我午睡，悄悄打开了所有的窗户。那时候已经是深秋了，外面的风呼呼的刮，吹得窗帘都飘起来，屋里冷得像冰窖。吹吧，最好得个风寒，感冒发烧。他躲在门外偷看，心里祈祷，这样我的任务就稳了。他就还是那个需要我保护的病秧子。结果我醒来后伸了个懒腰，还特意走到窗边深呼吸了一口冷空气，对他笑着说：“夫人，今天的空气真好啊，我感觉好多了，连呼吸都顺畅了，头也不晕了。”我还故意蹦了蹦，当然没敢蹦太高，怕装得太假。叶灵霜看着我，嘴角抽搐了半天，最后憋出一句：“那就好。”他转身走的时候，我看见他偷偷掐了自己一把，大概是想确认是不是在做梦。晚上吃饭的时候，叶灵霜看着我大口的吃饭，眼神里满是绝望。他怎么还不生病啊？我都这么折腾他了。他心里哀嚎，再这样下去，我的任务就要失败了。10亿，我的10亿！我看着他愁眉苦脸的样子，忍不住夹了一块肉放在他碗里。夫人，你怎么不吃啊？是不是不舒服？叶灵霜不舒服。叶灵霜赶紧摇摇头，拿起筷子往嘴里扒饭。他的心里却在想，不行，我不能放弃，明天再想别的办法，一定要让他生病。我看着他倔强的样子，心里忍不住笑了。夫人啊，你就别费力气了，你是斗不过我的，更斗不过你自己的心。总有一天你会明白，留在我身边比那10亿更重要。夜深了，我躺在床上，假装睡着了。叶灵霜蹑手蹑脚地走到窗边，对着夜空双手合十，开始念念有词：“万能的系统大神，求求你给点提示吧，我这任务到底还算不算数啊？他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好，我还怎么保护啊？”他顿了顿，又小声说：“要不你给我个新任务，比如想办法让他再生一场病，就算是小感冒也行啊，求你了，回复我一下啊。”他碎念了半天，也没得到任何回应，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到床边。就在这时，我眼前的空气中，他的任务面板突然叮的一声弹了出来，上面出现了一行新的金色大字：支线任务已激活，
查明沈家满门被诬陷真相，还沈氏一族清白。任务奖励，任务期限缩短10%，奖励翻倍卡 X1。叶凌霜猛地从椅子上弹起来，眼睛瞪得比铜铃还大。支线任务，卧槽，还有这种好事！他的心声激动得快破音了。查案，这个我熟啊，比当保姆有意思多了。奖励还这么丰厚，干了，必须干了！搞快点，搞快点！早点完成，早点回家。他兴奋地在屋里转了2圈，还差点撞到床角。我闭着眼睛，嘴角偷偷勾了勾。来了，好戏终于要开始了。沈家的冤案本来就是我计划中的一步，现在有他帮忙，就更省事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叶凌霜就彻底变了个人。他不再琢磨着怎么让我生病，而是把沈家旧案的卷宗全都搬了过来，堆了满满一桌子。他趴在桌上看卷宗，看得眼睛都红了，嘴里还不停念叨：这都什么跟什么？贪墨军饷，通敌叛国，这罪名也太扯了。沈家世代忠良，怎么可能干这种事？我端着一杯菊花茶走过去，把杯子放在他手边。夫人，喝口茶歇会儿吧，看了一上午了，眼睛该累了。叶凌霜抬头看我，眼睛里还带着点红血丝，一把抓住我的手：夫君，你快来看，这些罪名简直是无稽之谈，肯定有人在背后搞鬼。你父亲那么好的人，怎么可能贪墨军饷？我拿起一份卷宗，只看了一眼，就指着上面一个之字说：这不是父亲的笔记。叶凌霜立刻凑过来：什么？你怎么知道？我父亲写之字最后一捺从不拖泥带水，总是短促有力。我故意放慢语速，装出努力回忆的样子，而这个之字，那话太过绵软，分明是刻意模仿。卧槽，细节啊，这病秧子观察力可以啊！叶凌霜的心声满是惊喜，他立刻拿出纸笔，把我说的记了下来。这可是重要线索，看来找他一起查案是对的。我又不经意的提起，我记得出事前不久，父亲曾得到一块血玉麒麟镇纸，还说要赠予一位姓张的挚友。叶凌霜眼神一凛，是吏部尚书张怀恩，他与二叔私交甚密。我点了点头，好像就是他，线索串起来了。叶凌霜兴奋地在屋里踱步。好啊，蛇鼠一窝，本将军倒要看看他们能藏多久。他看着我，眼神里满是斗志。夫君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查明真相，还沈家一个清白。我看着他斗志昂扬的样子，心里暗暗想：夫人，这只是开始，接下来还有更多的挑战在等着我们，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，直到你明白，你真正想要的不是那10亿，而是我。我喝了口茶，慢悠悠地说：可是夫人，二叔和张怀恩都是老狐狸，二叔府上的书房守卫森严，还有不少机关，根本找不到机会进去找证据。张怀恩那边更是不用说，吏部尚书府门禁严格，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。叶凌霜对着一幅京城势力分布图，愁眉不展地挠了挠头。硬闯肯定不行，容易打草惊蛇，还会被他们反咬一口，得想个办法智取。可怎么智取呢？他摸着下巴，目光在地图上扫来扫去，最后落在了七王爷的名字上，就是上次在宫宴上撞柱子的那个。突破口就在这个草包身上。他眼睛一亮，手指重重地戳在七王爷的名字上。七王爷最好女色，每日必去烟雨楼，还喜欢喝花酒，一喝就醉。只要把他灌醉，拿到他腰间的令牌，他是皇帝的弟弟，令牌能自由出入官员府邸，到时候进入二叔府上，不就易如反掌了？他打定主意，转身就要换衣服，脚步都轻快了不少。就这么办，今晚就去，早点拿到令牌，早点找到证据，早点完成任务。我放下手中的书，悠悠地开口：夫人，天色已晚，你要去哪？他动作一顿，回头干笑道：夫君，我出去办点事，很快就回来，你在家乖乖等我。他眼神躲闪，不敢看我的眼睛，大概是自己也知道晚上去烟雨楼这事没法跟爱夫狂魔的人设对上。我站起身，一步步走到他面前，眼神里充满了不安和受伤，还故意咬了咬嘴唇。办什么事？非要晚上去？不能明天再去吗？我拉住他的手腕，声音都在颤抖。还是说，夫人要去的地方是我不能知道的？是那种不干净的地方吗？哎呦，忘了这茬了。我的人设是爱夫狂魔，怎么能晚上单独出门呢？还是去青楼这种地方？叶凌霜彻底没辙了，内心疯狂哀嚎。他怎么还演上了？这不耽误我做任务吗？急死我了！他看着我的脸，眼神里满是纠结，最后咬牙妥协。好，我不去，行了吧？我明天再想办法。见他放弃，我才松了口气，但依旧不放心地看着他，手指还轻轻捏着他的袖子。夫人，我不是不让你去办事，我只是担心你晚上外面不安全。他无奈地叹了口气，突然想到了什么，眼前一亮，有了！既然他这么不放心，那就带他一起去。他的心声又兴奋起来，对，就说带他去见识一下人间险恶，顺便让他看看我是怎么为了他这个小可怜不惜以身犯险的，还能刷一波任务好感度。我真是个天才。他清了清嗓子，换上一副严肃的表情，还故意挺了挺胸。夫君，既然你如此不放心，那便与我同去，让你亲眼看看为妻是如何为你查明真相，不畏艰险的，也让你知道这世上坏人多，以后要更小心保护自己。我故作惊讶地睁大眼睛，嘴巴微微张开。去烟雨楼那种地方，我一个男子去会不会不太好？而且我身子弱，万一出点事，会不会给夫人添麻烦？我故意装，而且我身子弱，万一出点事，会不会给夫人添麻烦？我故意装出害怕的样子，
还往后缩了缩。没错，就是去烟雨楼。他赶紧说，还拍了拍胸脯保证有我在，没人敢欺负你，你就跟在我身边，什么都不用做，看我怎么搞定那个草包七王爷。他见我还在犹豫，又加了一句：夫君，这可是为了查明你父亲的冤案，为沈家洗清冤屈啊。我犹豫了片刻，最后勉为其难的点了点头，还故意握住他的手，眼神坚定。好，我跟夫人一起去，为了父亲，为了沈家，我不怕。但是夫人，你必须答应我，不能离开我身边半步，一定要保护好我，一定。他拍着胸脯保证，脸上露出搞定的笑容。太好了，搞定，就是带个病秧子去青楼抓人，这画风是不是有点奇怪？他内心吐槽，但还是赶紧去准备男装。他要扮成我的护卫，我则扮成富家公子。看着他终于搞定我后如释重负的表情，我垂下眼帘，掩去眸中的金光。烟雨楼可是个好戏开场的好地方。傍晚时分，我们换好衣服出发了。我穿了一身素白长衫，还特意让丫鬟在我脸上铺了层粉，更显病气，手里还拿着一把折扇，假装体弱书生。叶凌霜则换了一身利落的墨色男装，竖起了长发，还贴了点假胡子，看起来英气逼人，活像个俊俏的护卫。到了烟雨楼门口，那门口的龟奴就热情地迎上来：公子里面请，楼上有雅座。叶凌霜一把拦住他，声音故意压低：带我们去2楼最好的雅座，要能看见楼下大堂的。他还扔了一锭银子过去，那龟奴眼睛都亮了，赶紧点头哈腰的领着我们上楼。烟雨楼里金碧辉煌，红纱幔帐随风飘动，靡靡之音赶紧点头哈腰的领着我们上楼。烟雨楼里金碧辉煌，红纱幔帐随风飘动，靡靡之音不绝于耳，空气中飘着脂粉味和酒气混合在一起，有点刺鼻。啧，古代的娱乐场所也不赖嘛，比我老家的 KTV 还豪华。叶凌霜的心声响起来，就是这空气也太浑浊了，呛得我想咳嗽。我们在2楼的雅座坐下，刚点了一壶茶，我就看见楼下大堂里，七王爷正左拥右抱，和一群狐朋狗友推杯换盏，笑得一脸猥琐。他怀里搂着2个美女，手里还拿着酒杯，时不时灌他们喝酒，那副德行看得人恶心。夫君，你在此处坐好，我去就回。叶凌霜压低声音对我说，还特意把我的茶杯往我面前推了推，要是有人来骚扰你，你就咳嗽一声，我听见就会回来。说罢，他端起一壶酒，整理了一下衣服，就要下楼。我拉住他的袖子，眼神里满是担心。夫人小心点，那个七王爷不是好人，别中了他的圈套。他回头对我安抚一笑，拍了拍我的手，放心吧，灌倒一个草包，对我来说小菜一碟。他的心声也满是自信，就他那点酒量，3壶酒就能搞定，等着我拿令牌回来。叶凌霜走下楼，故意装作路过七王爷那桌，还不小心撞了一下七王爷的手，酒杯里的酒洒了出来。哎呦，抱歉。他赶紧道歉，还顺势把手里的酒壶递过去。王爷恕罪，小的给您赔罪，这壶酒我请了。七王爷本来想发火，抬头一看是叶凌霜，当然他没认出是女扮男装，又看他长得俊俏，立刻笑了。没事，既然你这么懂事，就陪本王喝几杯。叶凌霜趁机坐下，3言2语就把七王爷那群狐朋狗友哄得找不着北，一杯接一杯的给七王爷灌酒。我坐在雅座里，透过纱幔看着楼下的情况。叶凌霜的酒量是真的好，喝了好几杯都面不改色，反而七王爷喝得脸红脖子粗，眼神都开始发直，说话也不利索了。差不多了，再喝2杯就能醉倒了。叶凌霜的心声满是期待，令牌就在他腰间，等他醉了就能拿。可就在这时，异变突生，原本醉得快趴在桌上的七王爷突然睁开眼，眼神清明得很，哪有半分醉意。他一把抓住叶凌霜的手，用力一扯，把她拉到自己怀里，淫笑着说：美人，装得挺像啊，以为本王真的醉了。他的手还不老实，想摸叶凌霜的脸，想从本公子身上拿东西，不如陪本公子喝一杯交杯酒。他竟然是装醉。叶凌霜脸色一变，手腕一翻就要动手，想把他的手拧断。他的武功可不是盖的，对付七王爷这种草包，简直易如反掌，找死！他低声呵斥，手指已经扣住了七王爷的手腕。就在他即将拧断七王爷手腕的瞬间，我恰好撑着身子站起来，假装体力不支，脚下一软，从2楼的楼梯上滚了下去。当然我是故意的，还特意控制了力度，只摔得看起来严重，其实一点事都没有。砰！我正好撞在七王爷那桌，整张桌子被我撞翻，酒水菜肴洒了一地，盘子碎了一地，发出巨大的声响。七王爷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得松开了手，叶凌霜趁机挣脱出来，而我在摔倒的过程中，袖中一枚细如牛毛的银针无声无息地飞了出去，精准地刺入七王爷脖颈的哑门穴。这是我前世研究的穴位，能让人瞬间失声，还会全身僵硬，短时间内动不了。七王爷正要破口大骂，却发现自己张着嘴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，只能发出啊的无意义音节。紧接着，他惊恐地发现自己的四肢也动弹不得了，只能僵在原地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他看着我，眼神里满是愤怒和不解，周围瞬间乱作一团，客人尖叫着躲开，龟奴赶紧跑过来想收拾，却被叶凌霜拦住了。夫君，你没事吧？叶凌霜赶紧跑过来，把我从地上扶起来，还故意装出紧张的样子，扶着我的胳膊。你怎么这么不小心？快让我看看有没有摔疼哪里。我靠在他怀里，脸色惨白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我没事，就是想去扶你，没站稳，脚滑了。我故意往他怀里靠得更紧，还偷偷用手指碰了碰他的腰，提醒他赶紧拿令牌。叶凌霜反应过来，趁乱一把扯下七王爷腰间的令牌，塞进怀里，然后扶着我，在一片混乱中快步走出了烟雨楼，坐上马车离开了。回到马车上，叶凌霜还心有余悸地拍着胸口，好险，没想到那家伙竟然装醉，还好你及时摔下来，不然我还得跟他纠缠半天。他看着手里的令牌，又看了看
看我，眼神里充满了惊奇。夫君，你刚才是不是故意的，想帮我解围？我没有。我赶紧装出无辜的样子，摇了摇头，我就是狡猾了，没想到刚好帮到夫人。我低下头，不让她看见我嘴角的笑容。我的天，这病秧子是什么锦鲤体质吗？每次都能在关键时刻碰巧搞定一切。他的心声响起来，满是不可思议。他这摔一跤的威力也太大了，简直是行走的意外制造机啊！牛，看来带他来是对的，还能当个意外助攻。我倚在软垫上，虚弱的闭着眼，仿佛刚才的意外耗尽了我所有力气。其实我在心里冷笑，西王爷这点小聪明，也敢在我面前班门弄斧。要不是想让叶灵霜顺利拿到令牌，我早就收拾他了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们悄悄来到了二叔叶震廷的府上。叶灵霜扶着我，躲在墙角的阴影里，观察着府里的动静。守卫果然森严，每隔几步就有一个家丁巡逻，手里还拿着灯笼，照得四周亮堂堂的。怎么办？守卫这么多，怎么进去？叶灵霜皱着眉，小声问我，要不我把他们打晕？他的手已经按在了腰间的佩剑上，他带了把短剑，方便行动。不用，我轻轻摇了摇头，拉着他的手往旁边的小巷子走。跟我来，我知道有个后门，很少有人守卫，还能避开机关。叶灵霜惊讶地看着我，你怎么知道？你以前来过二叔府上？我小时候跟着父亲来过几次，偷偷记住的。我故意装出努力回忆的样子，其实我是通过原身的记忆，还有白天观察府里的布局，推断出后门的位置。前世我学过建筑布局，对这些很敏感。我们从后门溜进去，一路避开巡逻的家丁，来到书房附近。书房周围有不少暗哨，还有机关，比如门口的石板，踩错了就会弹出毒针。叶灵霜看得心惊胆战，我的天，这么多机关，还好你知道，不然我们早就中招了。我拉着他，小心翼翼地避开那些机关，我能通过地面的痕迹判断出哪里有机关，哪里是安全的。这边走，小心点，脚下的石板别踩错了。我小声提醒他，还特意走点，脚下的石板别踩错了。我小声提醒他，还特意走在前面，替他挡住可能的危险。我靠，他怎么对二叔府上的机关了如指掌？难道他以前来过？不对啊，他不是一直在家养病吗？叶灵霜的心声满是震惊，这病秧子到底还藏了多少秘密？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一样，太奇怪了。我没有理会他的震惊，径直走到书架前。根据原身的记忆，父亲说过，二叔的书房里有个暗格，藏在书架的第3层，左边数第5本书后面。我伸手把那本书拉出来，轻轻一推，书架后面果然露出一个暗格，里面静静地躺着一个紫檀木盒子，上面还刻着叶震廷的4章。找到了！叶灵霜激动地压低声音，眼睛都亮了。这肯定就是证据，里面说不定有他们贪墨军饷构陷沈家的账本。我打开盒子，里面果然放着一本厚厚的账本，还有几封书信，书信上的字迹正是张怀恩的，里面写着他们如何伪造证据，如何诬陷沈家，如何分赃。我拿起账本，正要递给叶灵霜，突然我的耳朵微微一动，我听见了脚步声，而且不止一个，正朝着书房这边来，速度很快，看来是有备而来。不好，有人来了！我赶紧把账本放进怀里，拉着叶灵霜想躲起来。话音刚落，书房的门被猛地推开，火把的光亮瞬间照亮了整个房间，刺得人眼睛都睁不开。叶震廷和张怀恩带着大批家丁护卫堵在了门口，脸上是得意的狞笑。灵霜，沈公子这么晚了，来我这书房做客，真是稀客啊！叶震廷阴阳怪气地说，手里还拿着一把折扇，装出胸有成竹的样子。张怀恩的目光则死死地盯着我怀里的账本，眼神胸有成竹的样子。张怀恩的目光则死死地盯着我怀里的账本，眼神狠厉，像要吃人。看来我们还是小瞧了你这个病秧子，没想到你竟然能找到这里，还能避开机关，真是不简单啊！他顿了顿，又冷笑一声，不过你们以为能活着出去吗？我们故意放出七王爷这个诱饵，就是为了引你们上钩。叶灵霜瞬间将我护在身后，长剑出鞘，剑锋闪着寒光，杀气腾腾。夫君别怕，有我在，他们伤不了你。他面对着数十名护卫，毫无惧色，战意凛然。他在战场上面对千军万马都不怕，更别说这些家丁护卫了。叶震廷冷笑一声，灵霜，你武功再高，能护得住他一时，能护得住他一世吗？更何况这里是我的地盘，我看你今天怎么走。他大手一挥，对着护卫们喊，给我上，杀了他们，不留活口。谁杀了沈清舟，赏黄金100两。护卫们举着刀一拥而上，刀光剑影，杀气腾腾，朝着我们冲过来。叶灵霜正要迎战，手腕却被我轻轻按住了。夫人，杀鸡焉用牛刀？我轻轻说，声音不大，却让叶灵霜愣住了。他要干嘛？他不是只会意外攻击吗？难道他还有别的招？他的心声满是困惑，却还是停下了动作，回头看着我，眼神里满是不解。我手腕一翻，从袖管里摸出数十枚银针，这是我早就准备好的，一直藏在袖子里。银针在火把的光线下闪过一道寒芒，我屈指一弹，轻声说，去。银针如长了眼睛一般，破空而出，精准地没入每一个护卫的马血。这是我前世最擅长的手法，能在瞬间制服敌人，还不会伤人性命，最适合这种情况。上一秒还气势汹汹的护卫们，瞬间制服敌人，还不会伤人性命，最适合这种情况。上一秒还气势汹汹的护卫们，下一秒就像被抽走了骨头，一个个保持着前冲的姿势，僵在原地动弹不得，然后噼里啪啦的倒了一地，像多米诺骨牌一样，整个过程快到极致。不过一瞬间的功夫，数十名护卫就全被制服了，连一声惨叫都没发出来。偌大的书房只剩下叶震廷和张怀恩2个人，呆若木鸡地站在原地，脸上的血色褪得一干二净，嘴唇哆嗦着，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而我身后的叶灵霜握着剑的手微微颤抖，她那双漂亮的眼睛盯着我，仿佛第一天认识我一样，眼神里
满是震惊、困惑，还有点不敢相信。他头顶的任务面板已经不是闪烁了，而是像中了病毒一样，疯狂地弹出各种乱码和警告 ：Error，目标状态严重不符，警告，目标实力超出系统预估范围，正在重新评估任务，评估失败，启动紧急预案，预案搜索失败，系统正在崩溃。我能清晰地听到他内心的咆哮，比刚才的护卫冲过来时还激烈。这哪里是病秧子，这哪里是神医，这明明是个武林高手，是个隐藏的终极大 boss 啊！我辛辛苦苦保护了半天，结果是在给一个满级大佬当保姆。我的10亿，我的机票，我的回家梦，这不会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局吧？我这几天演的戏，是不是在他眼里就是个笑话？我无视了身后那个快要石化的女子，也无视了地上那2个吓破了胆的老东西，一步步向叶振廷和张怀恩走去。他们吓得连连后退，最后退到墙角，再也退不动了，眼神里满是恐惧。你的病！叶振廷指着我，声音都在抖。你不是一直病得快死了吗？怎么会武功，还会用银针？哦，你说这个，我轻笑一声，仿佛在谈论天气一样轻松。说起来，还要多谢2位当年送来的奇毒。我顿了顿，看着他们惊恐的表情，继续说：若不是那毒，我还无法看破医道治理，打通全身经脉，因祸得福呢。那毒虽然厉害，却也让我看清了体内的病灶，顺便练了点自保的本事。我掂了掂怀里的账本，声音冷了下来。至于这账本，我父亲的笔记可比你们伪造的要精妙多了。你们以为模仿几个字就能骗过所有人，真是太天真了。我一步步向他们走去，每一步都踩在他们心上，让他们的恐惧更甚。失望吗？当年那个任你们宰割的病秧子，不仅没死，还活得很好。你们欠沈家的，欠我父亲的，今天也该还了。现在轮到我来跟你们算总账了。叶振廷和张怀恩，还有他们背后的那些人，终究是没逃过惩罚。账本和书信作为铁证，被送到了皇帝面前。皇帝龙颜大怒，下令彻查此事。毕竟贪墨军饷，构陷忠良，是任何一个皇帝都不能容忍的。一场席卷整个朝堂的风暴就此拉开序幕。那些和叶振廷、张怀恩勾结的官员，一个个被揪了出来，有的被罢官，有的被流放，有的甚至被判了死刑。朝堂上下人人自危，只有将军府一片诡异的宁静。柳姨娘和七王爷自然也没逃得了。柳姨娘因为谋害我，被叶灵霜送进了家庙，终身不得出来；七王爷则因为勾结官员，意图不轨，被皇帝削了爵位，贬为庶民，一辈子只能待在京城，不能离开。我坐城，不能离开。我坐在桌前，悠闲地煮着茶，沸水咕噜咕噜地冒着泡，是房间里唯一的声响。茶叶是上好的龙井，是皇帝赏赐的，说是奖赏我揭发了冤案，为朝廷除了害。我轻轻搅动着茶水，看着茶叶在水里沉浮，心里却在想着别的事。叶灵霜已经3天没怎么跟我说话了。叶灵霜坐在我对面，从回来到现在一句话没说，就那么直勾勾地看着我，眼神复杂得很，有愤怒，有困惑，有委屈，还有点不知所措。他头顶的任务面板早就黑屏了，只剩下一片雪花屏，偶尔会闪过几个乱码，像是在挣扎。骗子，他的心声在我脑子里响，很轻却很清晰。大骗子，我居然被一个古人给骗了。我这几天跟个傻子一样，天天担心他会死，天天给他喂药照顾他，结果他根本就没病，还是个武林高手。他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我的任务的？第一天还是更早？他是不是早就知道我能回去，故意不让我完成任务？我像个傻子一样在他面前演了那么久，他是不是在心里都笑开花了？我的10亿，我的回家机票全没了。我将一杯沏好的茶轻轻推到他面前，茶水还冒着热气，氤晕了他的脸。喝点茶吧，凉了就不好喝了。我轻声说，语气很温柔。现在该是收网的时候了。就在这时，他头顶那个已经彻底死寂的雪花屏突然闪烁了一下，像是回光返照一样，艰难地浮现出最后一行字，还是金色的，很醒目。主线任务：保护病弱夫君已完成，最终任务已激活，守护目标人物沈清舟，让其获得幸福感。任务期限：永久。任务奖励：任务期限：永久。任务奖励：不可估量。系统彻底宕机，祝您生活愉快。面板啪的一声碎成了无数光点，像萤火虫一样在空中飘了一会儿，然后彻底消失了，再也没有出现。我清楚地看到叶灵霜的身体猛地一僵，像被施了定身咒一样，眼睛瞪得溜圆，嘴巴微微张开，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她脸上的表情堪称精彩绝伦，从震惊到困惑，再到绝望，最后只剩下一片死寂。永久。她的心声炸响，带着哭腔，一声：这跟无期徒刑有什么区别？我回不去了。我的10亿，我的家，我的大平层，我的美容觉，全没了。系统，你坑我！不是说完成主线任务就能回家吗？怎么又来个永久任务？我不要守护她，我不要让她幸福，我要回家。完了，我这辈子都得困在这个古代了，还得天天看着这个骗子，照顾他的情绪，让他幸福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他眼里的光一点点熄灭，最后化为一片死寂的灰败，像被霜打了的花一样，无精打采地垂着头，双手紧紧攥着衣角，指节都泛白了。我端起茶杯，轻轻抿了一口，茶水的清香在嘴里散开。时机到了，我放下茶杯，站起身，慢慢走到他身边，俯下身，温热的气息轻轻喷在他的耳廓，带着茶叶的清香。我用最轻、最柔也最无辜的声音在他耳边低语：夫人。他的身体又是一僵，肩膀微微颤抖了一下，却没有抬头，也没有说话。我好像又有点不舒服了。我伸出手，轻轻附上自己的心口，眉头微微蹙起，脸上露出恰到好处的脆弱，声音里还微蹙起，脸上露出恰到好处的脆弱，声音里还带着点委屈。这里有点疼。我顿了顿，语气更软了，带着一丝小心翼翼的，近乎卑微的祈求：只要你不在我身边，只要你用那种眼神看我，这里就疼得厉害。
夫人，你是不是讨厌我了？是不是不想管我了？我抬起眼，对上他那双瞬间掀起惊涛骇浪的眸子，他终于抬头看我了，眼里满是挣扎，有愤怒，有委屈，有不甘，还有一丝他自己都没发现的不忍。我的眼神里没有了之前的戏谑和锐利，只有一片深不见底的、浓得化不开的温柔，像一潭温水，能把人融化。夫人，别不要我。我轻轻说，手指轻轻碰了碰他的脸颊，带着点颤抖。我只有你了。他看着我，嘴唇翕动了半天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，眼眶慢慢红了，眼泪在里面打转，却倔强的不肯掉下来。他内心的挣扎更激烈了，他怎么能这么装可怜？他明明是个骗子，可是他这样看起来好可怜啊！我不能心软，他骗了我，可是他好像真的只有我了。沈家没了，他父亲也不在了，我的10亿，我的家，可是他好像很需要我。最后，他轻轻吸了吸鼻子，伸手端起那杯早已凉透的茶，颤抖着手一饮而尽，茶水顺着他的嘴角流下来，滴在衣襟上，留下一个深色的印记。我知道，我赢了，想下班，想回家，想拿10亿。夫人，这般你怕是得加一辈子了。我轻轻笑了，伸手把他揽进怀里，他没有反抗，只是轻轻靠在我肩上，肩膀还在微微颤抖。窗外的阳光照进来，落在我们身上，温暖而明亮，像我们未来的日子一样漫长而安稳。